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。那老观众可能注意到，我这个背景和之前加拿大的家里不一样。对，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啊，我们全家已经离开加拿大快3个月了，搬到了亚洲。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一种感觉，这样都舒服。那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，那我的窗外呢就是它的2个地标建筑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聊聊啊，为什么我会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加拿大？看到了，我们旅途的一些故事。小时候就感觉这个楼可大了。哎呀，冬天就见面了。以及未来的我的一些旅居计划。那希望能够给屏幕前的你有些启发。我离开加拿大的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感到有些被困住了。我2011年出国去多伦多留学，在那里生活了5年之后呢，搬到了卡尔加里，买了自己的房子，并开始做投资。那到现在已经9年了。那9年待在一个地方，对很多人来说啊，可能很正常，但对我来说就有点太久了。这实际上是我这辈子待过的最长的一个城市，因为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在搬家。今天啊，带你舅妈去看看你舅小时候长大的地方。9岁那年，我第一次搬家。那搬家的原因说起来有些丢人，因为家族矛盾，我二叔发疯动手打了我妈，农村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然后我妈说了一句让我记住一辈子的话，那就是树挪死，人挪活。所以这次搬家多少有些逃难的感觉。我还记得我们全家5口人带着少得可怜的全部家当，坐在一辆拖拉机上，奔向新生活。那是一个冬天，坐在车斗里，我们冻得瑟瑟发抖。我们姐弟3个既兴奋又害怕。那我们搬到的地方呢，是我父亲工作的国企煤矿。在煤矿大院生长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，它就像是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建起来的一座迷你城市，什么都有，有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电视台、公交和通信系统。那我们这些孩子们呢，都叫做煤矿子弟。那我们的学校也叫做子弟学校。带你去看秘密基地啊！行，秘密基地小不小啊？秘密基地其实一点也不小，这就是秘密基地。我们小时候就坐在这儿，然后冲着那个楼，我们几个人小朋友在这聊天，一聊一晚上，就是从那跑上去。那这次搬家呢，改变了我们3个孩子的命运啊。我们一路走出来，考到城市的高中，然后跑到大城市里上大学，后来我又跑到了加拿大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妈都说这次搬家是我们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那我算了一下，几乎每5年我都会换一个地方。那在卡尔加里生活的9年里啊，我基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不出去工作，没什么朋友，几乎不社交，我的现实似乎只存在于互联网，我的大部分事业也都存在于互联网上。这导致我跟现实严重脱节，我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单调的循环里。那其实几年前啊，我就有换个活法的念头，但是疫情把我们锁住了3年。我知道很多人这几年都感到被困住了。其实换个活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搬家，只不过大多数人做出这个决定太难了。但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的生活经历，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，更像是个天生的默认选项。那句树挪死，人挪活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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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这次离开并没有我想的那么潇洒，因为我们家的狗莉莉，明天就走了，莉莉已经15岁高龄了，有些老年痴呆，不能自己吃饭喝水。我们不会把它暂时放到宠物保姆那里，因为上次她去寄养家庭，因为照顾不周导致她一只眼睛失明，所以在纠结准备了几个月后，我们决定把它永久的带回中国我父母的家里照顾。那因为航空公司托运宠物的规定啊，我们没办法从卡尔加里起飞，所以就不得不先花钱搭了辆搬家公司的顺风车，开了10个多小时，先到温哥华朋友的家里，从那里直飞北京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你就可以再等一下吧，一干了就嚓就全掉了。困极了，他现在就特别想睡觉。门要锁。这门锁着，他这个开不开？经历了12个小时的飞行后啊，一下飞机我们就开始紧张。
担心莉莉是不是被落在了温哥华机场，或者她有没有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飞行，或者万一像网上说的那样，机长忘了给有氧舱加氧怎么办？这边看到了，看他，我看了。那找到莉莉的时候呢，怎么叫她都不动，因为箱子按照要求被锁住，打不开。我就用笔捅了一下她，还好啊，她醒了。到家了啊，我回来了啊。真的很感谢莉莉这一路挺了过来。到家。这回国这食物立刻改善，天天就吃罐头了，以后再也不吃狗粮了。那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离开，除了想要脱困换个活法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这本书《Die with Zero》。去年6月呢，我经历心梗后想了很多的事情，那这本书帮了我很多。我一直有个玩笑来解释 Die with Zero 的概念。伊丽莎白2世96岁去世，查尔斯熬到了73岁才等来王位。我想他晚年登基的感受跟30岁就登基是不同的。那我们手上的钱也是这样，很多人想着等着退休了再花钱，或者最后留上一笔遗产给后代或者捐出去，这其实并不一定是对资源的良好利用。你可能错过了利用这份资源最佳的时期。如果想用钱去做事情或者帮助别人，最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在这笔钱最被需要的时候花到应该花的地方，而不是把它们拖延成最后的一串数字。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一直存在于我脑子里的事情变成现实，不能再拖了。兑现是我的关键词。我要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重新出现在父母家人们的生活里，去创造新的记忆。出国10几年，本质上我从他们的生活里逐渐的淡出，变成了视频那头的一个影像。而疫情几年带来那种割裂感和我去年生病的经历，都让我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，在这场梦里，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人。所以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是餐厅。真的很庆幸，我还有机会和他们去 reconnect。在过去的2个月里啊，我们专心陪伴家人。这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出国14年后，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。好，这是我姐姐女儿给 PS 的家庭大合照。那我们计划以后每年花半年左右的时间在亚洲，经常出现在家人的生活里，也用来躲避加拿大漫长的冬天，只在夏天回到加拿大。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装修在天津的老破小，打造一个接近家人的基地。我们也会去亚洲之外的国家旅居，去认识我们想认识的人，在时间和健康允许的时候，尝试不同的人生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兑现的事情。那12月，我们一口新返北京的成员自行举办了当地的见面会，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，我偷偷的跑到了现场。我得背对着他们进去。Hello。Hello。这是在举办活动吗？这是意外惊喜。你也不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讨论中啊，我们决定在社群里成立一个跑步的 program。那2个月后呢，这个项目成了现实，我也加入了进来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，也是我要兑现的事情。真的很有幸，我们有这个社群，成员散落在世界各地，让我们走到哪儿都能找到归属感。那现在我在吉隆坡，我会在这里居住40多天，专心工作一段时间，见见这里的社群成员。那之后去新加坡、台北、东京和上海。在我决定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、见任何人之前，我都会问自己，我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兑现，还是在逼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？如果是后者，我会果断放弃。当然，你可能觉得这多少有些任性，甚至是自私。而我也知道，我不一定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，拥有这样的资源。但是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至少我现在已经在兑现我想要的人生，这其实就够了。那这就是我离开加拿大的故事和原因。那未来我也会分享一些旅居的具体的想法和体验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。最后，祝愿你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，也有勇气去创造机会，在自己被困住的时候，换个活法，去兑现自己想要的人生。